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大家还在关注长兴岛上的03福建舰弹射小车测试时，位于上海市区之内的沪东中华造船厂再次传来新舰下水的消息。这一次还是个巨舰，那就是075两栖攻击舰的第4艘，也是075这一型第2批次的首舰。舷号毫无例外将被定为34，当然其命名说到可就多了。此前网上就已经吵翻了天，沿海仅存的几个大省明确表示拒绝。因为你上了两栖攻击舰后，航母就不用再指望了。像江苏和广东两个大省早就将目光锁定在了004和005身上了。因此，网上流传的版本第4艘075将会被命名为江西舰，也是继安徽舰后划落另一个内陆省份。当然，这还只是小道消息，一切还需等到官方的正式确认。这第4艘075的建造过程早就被媒体跟踪了。自今年6月起就开始在沪东中华造船厂开建，而令人震惊的是，今年都还没过，12月14日就下水了，直接将075这一型4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的建造周期缩短至6个月。要知道，第一批次的前3艘海南舰、广西舰和安徽舰从开建到下水的平均周期是8个月，已经很快了，但4号舰直接缩短至半年，那可真可谓是神速了。侧面证明，我国对于这一型两栖攻击舰的建造已经驾轻就熟。4万吨级的大家伙从开建到下水只有半年，什么概念？美国最新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前2艘美国号和迪利波利号从开建到下水都是用了将近3年，而第3艘布干维尔号更是用了4年之久。而从下水到最终服役，美国级平均将再耗时2年半至3年，而075则只有1年多。因此加在一起可以测算，中国建造一艘075两栖攻击舰只需耗时2年半左右，而美方建造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则总共需要5至6年的时间。除了中美这两型外，欧洲也有两栖攻击舰，那就是法国的西北风级。它的建造周期如何呢？比美国级快点，开建到下水用时约1年多，下水到服役平均再1年多，总共耗时约2.5到3.5年。怎么也比美国人快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西北风级的标准排水量只有 1.6 万吨，满载也不过 2.1 万吨，只有中美两栖攻击舰的一半，建造时间自然就会相应缩短。不过还是比中国的075来得慢。如此可见，中国在基建领域所体现的超高效能力，在军工领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么075的建造速度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呢？不要说航母，甚至比12000吨级的05万吨大驱也要快上很多。主要原因自然就是它的建造难度相比于航母和05万吨大驱来的要更容易。075俗称小平顶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飞行甲板、升降机以及机库，这些在前3艘航母的建造过程中，中国早已驾轻就熟。而用于投送兵力和装甲的坞舱、运载平台以及两栖作战的全套指挥系统，建造两栖登陆舰071时也早就磨熟。至于航母和驱逐舰所标配的中华神盾系统，075压根就不需要安装。说白了，075就是个大型运输平台，讲究的是快速投运能力，攻击性也主要体现在其所搭载的舰载机上。自身的武器系统还是以防卫为主，比如红旗10和1130近防炮等等。至于其他的飞盾雷达、电子战系统等等，也早已轻车熟路。因此075建造上所体现的神速，跟中国近年在全体系舰艇上积累的建造经验也是分不开的。于是第4艘075短短6个月的下水记录就这么诞生了。其次，像075这种4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，对于解放军来说也是有其迫切性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正是为了海峡对面的台湾量身定制。有些人说075是为了威慑南海周边那些侵占我国岛礁的国家，如菲律宾等而打造的，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了。威不威慑不知道，但像南海这种小岛礁甚至暗沙，岛上面积实在过小，也没有任何纵深，075完全使不上力，甚至071都用不上。两栖攻击舰讲究的是抢滩登陆能力，不仅可以通过直升机投送兵力，还可以通过大型坞舱运送重型装备，空中和地面配合完成抢滩登陆作战。但像仁爱礁亦或是黄岩岛这种，你开几百辆坦克上去干嘛呢？难道要开着坦克撞翻坐滩军舰吗？何况你也开不上去。而反观台湾岛则完全不同了，尽管是个岛，但纵深还是有的。
一条中央山脉非常适合布置雷达和隐藏兵力，西部平原的沿海一带也会布置密集的反登陆兵力和武器。因此，如果想要成功夺岛，那就必须投送大量的兵力和装甲战车才能完成。尽管不能排除台方在被消灭全部空中和海上力量后即投降的可能，但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做。于是，像075这种非常善于抢滩登陆的作战利器，此时就该登场了。再加上拥有超强重型装甲投射能力的071，以及可以弹射无人机群的076，抢滩登陆拿下全岛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。提到076，就多说两句。很多人看到075接连下水，而076却迟迟没有动静，于是都在猜测这个项目该不会是被砍了吧？其实并没有，就在沪东中华造船厂的某个角落出现了这样一个 V 字形的神秘部件。这个构型的分段此前在江南造船厂建造003福建舰时也出现过，因此不难猜测这个部件就是安装电磁弹射器的分段了。所以076的确已经在沪东中华造船厂开始建造了。至于为什么迟迟没有露面，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两栖攻击舰搭载电磁弹射器，此前整个世界没人这么玩过，中国第一次尝试，自然速度就不会很快。其次，076的需求急迫性，说实话也没有075那么大。076相比075的优势在于甲板上可以弹射固定翼舰载无人机，而075只能起飞直升机。不过由于台湾海峡过于狭窄，最窄处的新竹南寮也就126公里，最远的屏东也不过400公里，无人机群完全可以从福建陆地起飞，就足以覆盖全岛各个角落。这样对于攻台夺岛来说，076显然就没有075那么迫切了。不管怎样，更多075两栖攻击舰的下水和服役，将会对未来的统一之战打下最坚实的基础。台海局势波诡云谲，再加上外邦挑唆，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完成统一，我们无法预测。但对于一切可能，我们都要做好万全准备。提着灯穿过远洋的阵雪，继续下潜，无需誓言。我的心像自沉的旧木剑，没入深渊，永别了我曾凝望暂时航向的日出，陌路暂住，容我吹熄，藏起火种向宇宙远